大家好，说到修行，我建议从正心做起。上期从我们是什么，在干什么，又为什么，最后能得到什么，应该期许什么，5个方面做了系统的解答。上篇的内容是为了正心，下面开始正身。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三正道正身篇。大家都知道，我们本身就是能量频率的集合，就好像上边介绍的一样，我们的身体是物理体与以太体的结合，而修行的目的主要分为5大步：清理创伤、扩充脉道、增容电池、和合阴阳、沟通天地。1. 清理创伤。随着累世遗留下来的心灵和以太创伤，即便是新生儿也都有着自己的个性与疾苦，胎记与基因病、宿命疾。这些问题在某些家族中很好解决，但多数人都会被各种医治拖延成病根，留到成年后自己面对。其表现为成见的认知，对世界的解读与反馈方式就是自身的习气与家族业力的熏染。扭曲的以太身带来经脉与脏腑运作的偏差，7个主要脉轮不是被闭锁着，就是在太过不足间影响着身体的大环境运作，进而形成亚健康状态。修行的第一步就是清理自己的以太体之能量流，内观自我身体的症状，关照的过程中慢慢的空明思想，然后某些事件就会浮现出来。这些事件会从近期的开始，从强烈的开始，慢慢的变得细微遥远，到青春期，到童年的内在渴望与创伤感，那些伤害过自己的，那些无法放下、无法释怀的逃避与憎恶、不甘与如果被呈现出来，需要用当下的智慧去再审视、再权衡，尝试着找出不同的路径，并跟随那个路径展开思想的体验。这样的路径有时不止一条。体验了，明白了，放下了，释怀了，理解了各自的善与苦衷，各自的诉求与委屈，然后全然地爱自己与爱所有参与了事件的角色们。之后，累世的各种自己的问题也会慢慢地侧漏渗透过来。你要帮助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自己去解开那些心结。当这个过程完美达成后，今日在入境时，心如止水，自然平静。2. 扩充脉道。当自身以太体的内在淤塞被逐一清理后，心如止水，静可应天。在清理的过程中，7脉轮得以校对其中正，开始犹如水泵一般从地气中往上输送生命能，逐一盈满7轮之池，开启自信、自立、自强、自爱、自尊、自我融通、多重自我意识交流。如果我们比对东西方不同修为体系对以太体的认知，你会发现很多阐述方式不同，但实质内容一致的理念与描述。当我们可以把身心清理清爽后，大地母亲的阴性阳火就会开始升腾上来，滋养我们的生命，壮大气魄的能量后，身体变得健硕而轻盈。能量进入的途径是双脚的涌泉穴和合至阴穴处，颜色频率是红色的。当海底轮充盈后，逆向灌注入脐轮、太阳轮、心轮、喉轮、3眼轮、顶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逆行重开小周天后背督脉。开脉轮的诀窍就是实际行动，海底轮被支持、谅解与融合，脐轮积聚力量，减少妄想、执着的消耗，打坐或冥想。太阳轮行动起来，跟随热忱而不抑制天性。心轮自爱与不住香的去爱他人。喉轮大声而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声，传播正能量。3眼轮整合知见与端正对过往与未来的态度。顶轮放下科学的逻辑成见，虚怀若谷地去迎接未知的实相，接纳与臣服于更高自我智慧的引领。达成顶轮的融通后，顶骨开始消融，心门再开，
能量被激射冲天，开启体外2个脉轮，分别是以太轮和星光轮。打开星光轮后，身体的气场犹如琉璃般，不再有诸多杂染。这时天气下行进入身体，高我的信息开始无阻碍地与你连通，灵界的网络系统你有权登录访问。灵魂成为局域网，高我成为路由器。当天龙阳汞之阴水注入以太体后，全身以太毛细脉管被逐渐扩宽，就好像电线中的导电通芯被一再升级，可以通过高频大电流而不至于熔断短路。在改造的过程中，身体从头到脚被沿着任脉往下改造一遍，不管是脉轮的启动、额骨或顶骨的溶解，到全身经脉的再造，都伴随着各种疼痛与异样感。这些症状的出现，对很多没有达成正心的初学者是难以接受的。各种晦暗思想、恐惧会产生，玄幻小说、电视剧中的情节、都市传说都想一遍，越想越怕，四处求医，中途而废。一般半年荒废，也就被打回原形了，一切归零。要是在恐惧中打针吃药，就更是雪上添霜的前功尽弃，还不免被家人医生数落一番，此生也就这样蹉跎而过。3. 增容电池。当天龙阳中之阴水把全身7经8脉、12经脉都改造完毕后，正式进入了第3个阶段。此时以太体被天气滋养，内在系统被地气滋养，肉身被湿气滋养，七脉轮被宇宙波滋养，合形成4气养身之局。在中华叫金木水火合成土，在西方叫4大元素化合成金，在印度叫4大合成空。各种不同的表述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把阴阴、阴阳、阳阴、阳阳4个频率整合成一体，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从一个能量化生出来的4股能量。天龙气是阳中之阴，地虎气是阴中之阳，湿气是阴中之阴，宇宙波是阳中之阳。4气合成为生命本源的能量。在这个融汇的过程中，女性的能量中枢在心轮处，而男性在脐轮处。这个时候能量充沛激荡，天水地火相互淬炼，人感觉精力充沛，渴望付出行动，给予他人帮助，兴趣勃发。如果这是自泻精元，去给人用气治病，去肆意挥洒灵力，去行床子之欢，灼染了身心，为色欲财而困顿于这个层次上，就又退逆回红尘杂染中，随波逐流了。在这个阶段，用金刚心守住了欲望之涛的人，可以凝聚出光灿灿的一个内在之光。这个光可以达成犹如太阳般的品质，从此自身能源不再全部依赖外界补充，而这个内在电磁犹如核潜艇的反应炉一般，可以提供持续的高能，让载具可以更进一步进行改造与升级，并驱动多种神级技能。4. 合阴阳。如果在上一个阶段中，你忍住了各种炫耀的心而继续潜心精进，可以进入第4个阶段。如果开始使用各种功能人前显贵，那也很快会富贵加身，然后迷失了自我，应酬与利益，虚名不断，被抬上高台，吹捧下忘记了自己是谁。如果能安于静默静雅，那可以进入第4个层次，合阴阳。这时要介绍行功时不同体位对练习能量时的不同效果。每一个脉轮都有自己的频率，这些频率形成特定的能量波，不同的波频滋养不同的机体功能。很多泛宇宙的特定发音就是针对不同频率的自我矫正，而这些频率因地磁轴的关系水平于地面发生。地磁能量与地气是两码事，太阳能、氧化能、地磁能都是这个维度中的物理显化作用能源，而天地魂之3气互动，
属于灵界的意识频率。怎么理解呢？就好像你的平板或手机内藏电池，外有充电线，更高级的可以局域空间无线充电，加太阳能充电板，而且有局域 WiFi、蓝牙传输和卫星网络信号。虽然这些都是电磁能的工作，但原理与作用差距很大，前者是载具的维生与功能支撑系统的功能，后者是为地域性与广域性信息交互用的。地域性提供载具的后台主系统版本号与基础软件的维护升级，广域性带来信息互动与更多 App 下载与运用的可能。地磁因为地理板壳、地下核等因素，会形成很多磁力能量漩涡。这样的漩涡中，能量被积聚到某一点上，这样的点往往集中在板鞘对冲后形成的大山中。但平时我们的生活空间内也存在这样的磁力漩涡，力量小很多，但确实有所差别。这样的漩涡有的会凝聚灵力，有的会凝聚乱波。这依据方圆内的综合信息场给人的第一直觉是赏心悦目还是颓废厌恶。5. 沟通天地。在第4阶段中，七脉轮、小周天、金丹凝聚都已经成型，之后就要进入第5个层面。此时天龙地虎拱乾相交，黄婆为媒，阳水阴火交构，入住黄庭。黄庭之地为皮土所在。男子能量中枢在下丹田即储精囊里，女人的能量中枢在胸腺里。当电池做好了后，就要把炼制好的金丹虚阳挪移到黄庭处，即太阳轮所在。在第5步中，道家与佛家与灵修派是有所不同的，这不同起源于修行的初心所在。金丹、阴阳、男女、水火、龙虎、千拱说法不同，实质上就是2种能量波形与地磁波3波合成后，还原出本真原始本源能量频率。这时形成中轴脉冲和旋转攀升的左右脉冲合为3脉。3脉开花，形成精气神3个面向的鼎盛之象。3花聚鼎，精为玉花，气为金花，神为九花。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最后聚之于鼎，可以万劫不侵。5气朝元，金、水、木、火、土，精气生克制化，朝归于黄庭，其内空处，叫5气朝元。这些描述在欧洲炼金术求贤者之时，或在东土炼丹术求金丹，描述的过程与结果都惊人的相似。欧洲各种早前石刻版画中与我国道家的绘画其本质类似。这些不懈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达成某种自由，连通某一领域的宏观意识集合。至此，三正道正身篇结束，谢谢观看。下期我们进入三正道正灵篇，敬请期待。看到这里，希望点赞、关注、转发，以便帮助更多有缘人。